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新剧《猎罪图鉴2》首播4集，口碑出炉，网友评价一针见血。2022年，谭健次凭借在悬疑剧《猎罪图鉴》中饰演沈毅一角爆红。如今，等了2年后，《猎罪图鉴2》终于来了，首播4集，热度拉满。新剧换了导演，换了编剧，演员基本还是原班人马，由刘书巧执导，谭健次、张柏嘉、朱佳琪、陆延琪主演。剧集的内核依然沿袭上一部，通过画像师直透人心的犯罪心理画像，协助侦破悬案奇案。第2部目前上线4集，新剧热播，且看它质量如何。01选秀节目偶像遇害，追星成杀局，尺度够大。猎罪图鉴2的第一个案子，上来就是大尺度。选秀节目第3次公演，原本4人组的队伍，只有队长陈琴一个人上台表演了节目。台下观众不满吵闹，而后方警方已经抵达现场，3位成员惨死在室内客厅。因为这是一场封闭式选秀节目，所以一个队的4人住在一起，外人不得进入。于是4人中唯一的幸存者陈琴自然成为了嫌疑人。又因这是一档真人秀节目，客厅中架设有摄像机，但期间摄像头被遮挡，没有录下3人被害的记录。在审讯时，陈琴露出自己身上的伤痕，是被其他3人殴打的痕迹。虽然这其实增加了他的作案嫌疑，但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。尸检结果显示，这3人死前吸了过量的毒品，虽均遭到割喉，但面部表情都是放松的。沈毅通过被遮挡的摄像头所拍出的色彩反光，调配还原出凶手唇彩的颜色。由此唇彩的色号揪出了3人背后的经纪人，经纪人同样是嗑了药，还脑子不好使。迷信请小鬼，第2天就要公演了，经纪人还伙同艺人嗑药，真是匪夷所思。沈毅根据录像中沙发后的阴影，画出了凶手的形态，并推断出凶手是藏在玩偶长颈鹿中被送进来的。杀人后葬进去，第2天被清洁工清理了出去。送长颈鹿的是陈琴的一个铁杆粉丝小蛋壳，小蛋壳痛快承认了自己杀人，因为那3个富二代欺负他的偶像陈琴。第一个案子噱头十足，又是偶像吸毒，又是养小鬼、霸凌，更有甚者，偶像利用粉丝对自己的热爱来实施犯罪。剧中对于女粉丝的刻画其实挺引人深思的。小蛋壳是留守儿童，从小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与照顾，长大后找不到自己的价值，直到他遇到陈琴，便一股脑扎进了追星的妄念之中。追星没有让他变成更好的人，却让他为了盲目的爱，成为了连杀3人的罪犯，可悲可叹。你以为你对他来说是独一无二的，其实你只不过是他千千万万粉丝中的一个。沈毅这句话其实振聋发聩地砸在了小蛋壳的心里。剧中显然特意在残酷的事实之上包裹了一层温情的外衣，让陈琴流下的泪水表露他其实对小蛋壳有真感情。但作为霸凌的受害者，他一念之差，走上了一条害人害己的不归路。02猎罪图鉴内核未变，晦涩显影，化见人心。沈毅依然是那个聪明的、细腻的、敏感的天才画像师，能够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，描画还原出犯罪场景。到了第2部，猎罪图鉴的内核依然保持不变，晦涩显影，化见人心。沈毅对于犯罪心理有着深刻的洞察，甚至可以说是共情。正如他在美术展上遇到的男子所说，如果他没有当警察，恐怕会成为一个罪犯。他能感知到小蛋壳温顺外表下隐藏的那个魔鬼人格，并且凭借画像刻画出了小蛋壳这种暴力人格的来源。他的大姨、外婆年迈，很多时候是大姨带他的，但大姨性格凶，曾经当着小蛋壳的面
杀死了一条狗。大姨说，没用的就要杀掉。这在小蛋壳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与阴影，也成了触发他后期犯罪的一大因素。沈毅每破一次案，并不仅仅是破案而已，他每次都会久久沉浸在犯罪人的犯罪心理中，探究到人物异常行为表象之下的深层心理成因。毕竟，所有的罪犯最初都曾是一个无辜的小孩，是他后期偶然的经历造就了他心里的魔鬼。03首播口碑出炉，观众评价一针见血。猎罪图鉴2首播4集，已经讲述了2个案子，一个是偶像粉丝案，一个是盲童案，差不多是2集一个案件的节奏。目前首播口碑新鲜出炉，网友的评价褒贬不一。有的网友认为剧集还是熟悉的味道，节奏紧凑，反映现实。第一个案子很敢拍，观感非常震撼，直击娱乐圈乱象。但有的网友对第2部一点都不买账，直言这部剧拍得很碎，有的地方甚至有点做作了。第1部还比较有新意，不离奇也不玄幻，重点突出了画像师这个职业的功用。但这第2部，男主就像开了天眼，剧情不免走向了玄幻。男主一句画皮画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画心，令画像师这个职业更抽象了，像是读心神探的既视感，推理逻辑比较粗糙。第1部的演员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，演技是值得相信的。首先是双男主谭健次和金世佳。谭健次虽然是偶像出道，但转型做演员也是非常优秀。在猎罪图鉴之前，他也出演了好几部剧，比如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的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。野心勃勃又聪明绝顶，有勇有谋的眼神，让人看着很有压迫感。带着爸爸去留学中的陈凯文，一片痴心但真心错付的留学生。鬓边不是海棠红中的陈任香，戏份不多，但将一个青衣名旦饰演得栩栩如生，一举一动都是名角的感觉。但谭健次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，并且还是典型的戏红人不红。长得帅，但却一直没有曝光度。直到遇见猎罪图鉴，观众才认识了原来青年演员中还有位叫谭健次的演员。而沈毅复杂的性格也让他诠释得非常好。前期温柔，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，偶尔调皮。但慢慢的越往后，了解沈毅的故事后，知道他是一个善良、负责任以及会钻牛角尖的人。而谭健次将沈毅的性格特点都演出来了。前段时间谭健次又因为《长相思》中的九头妖香柳一角火了一把，所以期待《猎罪图鉴2》的观众应该很多。而另一位男主金世佳，他就像是一个戏痴，除了演戏相关的活动，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。金世佳之前因为《爱情公寓》中的斩波一角被观众熟知。虽然演员能有一个大家熟悉的角色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但金世佳却不想被局限，以后只能饰演一类的角色。他很看重剧本以及人物，所以他饰演的角色一般都是复杂的。尤其是金世佳在《20不惑》中饰演的周巡，一度成为观众的白月光，至今都记得周巡的台词：比起我的工作，爱情最多只占10%，而在那10%的爱情里，江小果就是全部的10%。除了影视作品，金世佳还时常出演话剧。话剧是很难的，升台行表缺一不可。或许金世佳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，才成为了现在的实力派演员。希望这次他在《猎罪图鉴2》中可以保持住，继续施展自己的演技。而除了2位主演，其他主要的演员有秦海璐、张柏嘉、朱佳琪、房自斌等等。秦海璐和房自斌可谓是演技派，出道几十年，一直兢兢业业打磨演技。秦海璐也是话剧和影视两手抓，现在是国家1级演员，
年纪轻轻就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女主角奖，这对于新人演员来说，莫过于是最好的嘉奖。之后，秦海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实力派，也成为了很多剧的质量保障。因为他可是个真性情的人，遇到不对的剧情都会指出来，或者一起商讨。在他心中，对得起观众才是最重要的。而房自斌，有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但看了他的照片就知道他是谁了。很多电视剧中都有他，并且他可以将电视剧演出生活的气息，这就是最厉害的。所以有这些演员扛剧《猎罪图鉴2》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希望《猎罪图鉴》和《唐朝诡事录》一样成功。同样的悬疑剧，同样的选择沿用原班人马，只要保证剧的质量不下降，延续高分也是指日可待。期待《猎罪图鉴2》的剧情，大家对这部剧有什么看法呢？